我穿成了反派最喜欢的恐怖毛绒娃娃，全身暗黑系元素，只能半夜偷穿小粉裙，结果被当场抓包，绑在床头动弹不得。一怒之下变成人形，强制给他套上粉裙子。手下冲进来的瞬间，反派砰一声也变成了娃娃。他看着被崩成碎片的衣服，咬牙切齿：老子缝了一晚上的粉裙子，我每晚都会穿成反派的毛绒娃娃。立在床头上，我能模糊瞥见自己的样貌：烟熏妆、黑色的裙子、蕾丝的帽子、锃亮的皮鞋，还握着一把漆黑的枪，甚至有时候换个装扮，手里举一把红色的诡异大伞。恐怖的仿真程度，货真价实的子弹，一整个暗黑系穿搭，令人不寒而栗。偏偏江彻还钟情于这个风格，每天抱着娃娃爱不释手，痴迷又癫狂。我的任务是感化反派，现在却越走越偏。第二天，我穿回身体，做回反派小喽啰，走进江彻房间，他还在搂着娃娃。我痛心疾首：老大，您就不能换个娃娃抱？他慢悠悠起身拿过酒，表情玩味，真丝浴袍半敞不敞，露出起伏的腹肌。为什么？我面不改色，收回视线。这个娃娃太丑了。江彻的表情冷下去。感化反派要从娃娃入手。我搓搓小手，要不您给他换个风格，比如说温暖的、可爱的粉色裙子。江彻淡淡瞥来一眼，幽深又危险，没敢继续说。我拎着托盘就跑。当天晚上又穿回娃娃身上，坚实有力的腹肌压过来，差点把我挤扁。江彻侧着身体，半张脸埋在柔软的枕头里，大手轻轻揉捏我的脑袋，眼神微暗。这身明明是照着他做的，怎么还不满意？说什么呢？我被捏得有些难受，不由自主鼓起脸。他轻笑一声，细长的手指戳戳我，还真像。我下意识把手指打落，啪的一声，我们两个都愣了一下。咦，我怎么能动了？江彻眯起眼睛，距离越来越近。我屏住呼吸，1秒、2秒、3秒，他越靠越近，鼻尖对着鼻尖，长睫毛轻轻拂过我脸颊。白青燕，听见自己的名字，我身体不由自主微颤2下。他视线下移，划过我僵硬的小手，扬了扬唇，晚安。说完，江彻竟然亲吻我额角，将我塞进怀里睡了过去。身侧传来温热的呼吸，我却越来越僵硬。他倒是睡了，我怎么办？既然能动了，不如就做一些有意义的事。你不给我穿粉裙子，我自己穿。我动动身体，费了老大劲把他胳膊移开，爬到床头，那里有个专门为娃娃做的衣柜，清一色都是黑色穿搭，除了边上多出一抹粉。咦，今天怎么多出来一条小裙子？我喜出望外，手脚麻利把衣服套上，质地柔软舒适，就是边角有些粗糙，上面笨拙的针线，像是手工做的。有了粉裙子，感化第一步就算是落实了。我心满意足，钻回了被窝。第二天醒来，本打算去江彻屋里看看情况，却猛然间发现自己竟然还是娃娃形态。江彻正扒拉着我身上的小裙子，面色阴沉。怎么搞的？他叫来全部手下清点人数时，发现我不在。说起来你们可能不信，我现在正躺在老大床上呢。江彻皱紧眉头，却没有十分焦急，反而看向床头的我，眼神探究。我僵着身体，一动不敢动，呼吸都有些抖。他盯着我看了一会儿，倏地笑了。不用找了，都出去吧。黑衣人鱼贯而出，房间里又只剩我们两人。江彻一点点靠近，白皙的手指探向我身体，我下意识踹了他一脚。自己消失，他的第一反应竟然是不用找。我在江湖就这么没有地位吗？江彻的动作顿了一下，迅速抽回手。该死，应该没被发现吧？我汗流浃背，耳边传来一声低笑。江彻慢悠悠拎起我往餐桌方向走，7米长的超豪华长桌摆满了各色佳肴。他拿起刀叉，慢条斯理开始用餐。我被放在桌子边缘，几乎和江彻脸贴着脸。他一脸享受，朝我挑挑眉。鱼子酱不错，很嫩。我吞了吞口水。江彻似笑非笑，一直在我面前显摆美食。我由一开始的渴望到逐渐无语。原来反派平时这么幼稚，和娃娃一起吃饭还炫耀自己的饭菜。好不容易挨过饭点，我又被扔到浴室。江彻摸摸我的脸，笑得张狂。一起洗，变态，太变态了。我欲哭无泪，恨不得把眼睛缝上。花洒下的江彻动作慢条斯理，盯着我的眼神像在看动弹不得的猎物。先是把上衣褪去，露出冷白色的肌肤和紧实起伏的肌肉，小指又勾向身下浴巾，摇摇晃晃，马上要。我咬牙切齿，不管了。在他马上要脱下最后一层的前一秒，我装作失去平衡，迅速从平台倒向大理石地板。江彻似乎慌了一瞬，飞身过来接我。我也终于看清，里面其实还有一层裤子。你个老六！但已经来不及了。为了避免再看见什么不该看的，我还特地脸朝地倒下去，一个大马趴，我的身体迅速被泡沫浸湿。下一秒，脖梗被一只大手拎起，我浑身湿漉漉，翘起的毛发都无神地耷拉下去，可怜兮兮。江彻沉默半晌，叹了口气，不闹了，送你去阳台。没有用夹子，我被稳稳当当放在花草中央，暖洋洋的光线洒在身上，终于安全了。此后整整1天，江彻都没有再来找过我，直到晚上，我仍旧是个娃娃。这下我有点慌了，白天晚上都变不回去，自己不能一直都是娃娃形态吧？系统不在，我决定自力更生。现在这种特殊情况，很有可能是因为我擅自换了服装，只要把衣服再换回来，应该就没事了吧？这样想着，我挥动小胳膊小腿往屋里爬，衣柜里面空空如也。我衣服呢？不会就剩这条小粉裙了吧？我大惊失色，手脚并用爬来爬去找衣服，最后发现原来那条黑裙竟在江彻大衣兜里。这个变态！我赶紧换上黑裙子，睁开眼睛，却没有想象中的返回原身，自己仍旧是娃娃。就在这时，床上的江彻突然动了几下。谁？我赶紧钻进墙角，他看四下无人，轻哼一声，走去阳台，似乎是去找我。我头皮发紧，下意识抬脚就想跑路，窗外却突然传来花盆碎裂的声音。人呢？江彻大步流星走出来，眼眶微红，似乎有些急躁。怎么才亮了半天，娃娃就没了？寂静无声的黑夜瞬间被照明灯燃亮。我缩在墙角，看着平日里害人的高层们正在一脸严肃的满屋子找娃娃，样子实在过于诙谐，我忍了又忍，才没有笑出声来。
只是找了半天，他们也没有搜寻到我这个角落。众人从屋里找到屋外，最后刘江彻一个人在房间抓狂。他薄唇紧抿，手紧紧抓住那件粉裙子，指尖泛白。再不出去，全组织就要被发动去找娃娃了。我可丢不起那人，赶紧身体一僵，装作不经意，倒在角落他能看见的地方，微微露出个头。江彻动作一顿，向我这里瞟了一眼，似乎有些不敢相信。反应过来后，迅速绕到柜子间隙，将我捞起来。急促的呼吸打在我脸上，攥紧身体的大手温热有力，身上的灰尘被他仔仔细细拍掉。他眯起眼睛，又换了。我有些心虚，到处瞬移，还莫名其妙自己换了2套衣服，自己真是名副其实的恐怖娃娃。不过江彻没有在意，像是为了惩罚我的逃跑，他不但没有扔我，还用绳索结结实实把我绑在床头。这下是真跑不掉了。他心满意足，我欲哭无泪。这可怎么办啊？不仅如此，他还要给我换回那件粉裙子。罪恶的大手伸到面前，我红温了，怒从心中起。换！我让你换！我不再假扮娃娃，开始剧烈挣扎。一阵奇异的感觉袭来，自己眼中的世界越来越大。绳索爆开，我扑到江彻身上，把裙子往他身上套。你这个死变态，想穿粉裙子？你自己穿去吧。刚要继续往下拽，我突然愣住。咦，自己好像变回人形了。不仅如此，还骑在反派的身上。身下的江彻喘着粗气，耳根红得仿佛能滴血。门外一阵窸窸窣窣，是他的手下在报告：江总，我们再进屋找找。我下意识扬声：别！话音刚落，眼前的江彻砰的一声，变成了一只毛绒娃娃。谁在里面？江总，您没事吧？眼见一群人马上要挤进来，来不及反应，我赶紧把变成娃娃的江彻往被窝里一塞。门被推开，我和领导们面面相觑。我指指里面的浴室，那个他正在里面换衣服呢，哈哈。他们由一开始的怀疑、不解，变成震惊、恍然大悟。高层们鬼鬼祟祟点点头，一脸我懂。门重新被关上，甚至还贴心的反锁了一下。锁声落合的刹那，被子掀起一大块。娃娃江彻咬牙切齿，看着自己身上绷得4分5裂的衣服。老子缝了一晚上的小粉裙，这裙子竟然是他亲自缝的。我小心翼翼观察着面前的棉花娃娃，在确认对方暂时不会变回来之后，轻轻用手指戳了戳他的脸颊，暖乎乎、软绵绵，戳下去的地方他下去一块，显得气红红的他更萌了。在绝对的体型差面前，即使江彻这样的人物发起火来，也是一样可爱。被折磨了那么长时间，终于换成我来揉捏他了。我露出邪恶微笑，既然你这么喜欢裙子，不如我们来玩换装游戏。江彻不敢置信瞪着我，拔起小腿就想跑，却被我眼疾手快，迅速压在床上。3下5除2被剥光了身上的碎裙子，无助又弱小。他耳廓泛起红晕，努力伸长小手想要遮住重点部位，却怎么也够不到。这可把我萌坏了，手不受控制将他举高，脸埋进裸娃身体里，使劲亲。宝宝，你是一个可爱的小蛋糕。江彻的2只小短手拼命抵着我的脑袋，体温越升越高，最后被我吸到虚脱无力，灵魂仿佛被抽干。白青燕，你好样的！话像是在齿间嚼碎滚了一圈，羞恼又无可奈何。想不到大反派也有今天。我渐渐笑了2声，捏起衣服想给他套上，却发现他身体过于蓬松，根本穿不进去。江彻眼角发红，仿佛良家少女被糟蹋了一样，裹了件小袍子，生无可恋，背影萧瑟。我终于良心发现，有些于心不忍。你别生气，我再给你做一条。他没转身，我开始到处找做衣服工具。你怎么做的小粉裙？针线和布料呢？他身体一僵，尴尬的轻咳一声。你听错了，不是我做的。得了吧，那粗糙的针脚和线条绝对是他的手笔。但我在屋里摸索半天也没找到，还不小心碰到了镜子。咔嚓一声，机关打开，我探探头，里面竟有一件暗示。咦，系统没说江彻房间里面还别有洞天啊？难道是彩蛋？江彻瞪圆眼睛，想要跑过来拦住我，却被电线一绊，摔得人仰马翻。瞧他这急吼吼的劲头，难道里面是个大型武器库，或者是军火基地？要谈会议室？我充满期待，推开暗门，自动灯光从外至内一层层亮起，房间内冰冷精致。一个大家伙放置在正中间，黑黢黢而闪闪发亮，那是一台大型缝纫机。我不敢置信地观察周围，房间内摆放着各色成品娃衣。原来以前那些精致的小衣服，全都是这台缝纫机的功劳，而小粉裙只是做了个大概，还没有细缝。心中瞬间升起一个小广告标题：寂寞反派独自在家，火热难耐来到暗室。结果就是在这里偷偷把缝纫机踩冒烟。一想到那个诡异的画面，我就想笑。江彻这个反派真是越来越变态了。不过得罪了这个变态，我也只能认命。坐在缝纫机前，我苦哈哈开始做衣服，最后设计了一套小西装在他身上比量。江彻的脸色终于有所缓和，可才刚做到一半，门外突然传来手下慌慌张张的脚步声。江总，楼下有位李小姐找您。她自称是什么？女主。我心中警铃大作，不妙，十分不妙。虽说按照时间线，女主黎生确实应该到了，但这个语气明显不对劲。果然，黎生进来之后，直直坐在沙发上，俨然一个女主人。她姿态金贵，淡淡瞥了我一眼。她在哪？在我兜里。我脑门直冒汗，胡扯了一通，暂时糊弄过去。黎生也没太大反应。你跟那个反派说我要和他结婚？我汗流浃背。这个语气，这个剧情，黎生10有8九是觉醒了。在原文中，江彻对他一见钟情，为此不惜发动一切势力和男主赴林州抢人，而黎生为了保护男主，主动和江彻提出结婚。两人隔着这层身份开始无限拉扯，虐来虐去。在赴林州因一次意外而残疾后，他终于认清自己的心，离婚后奔向幸福，最后大团圆结局。可是现在黎生表情却分外嫌弃，我才不想照顾一个残废。思来想去，还是江彻比较适合我。他在城堡内部转了一圈，非常满意。江家真是家大业大。好了，你让他不要再矜持了，赶紧出来见我。说完，坐在客厅中央，撩撩头发，一脸自信。系统在这时终于上线，角色觉醒，他要忙着补漏洞。
有股强大的能量波动，传染性的让角色相继觉醒。不要让剧情脱离主线，先正常推进。也就是说，两个人今天必须见面，而且要一见钟情。我赶紧钻回房间，掏出差点憋死的江彻，焦头烂额，怎么才能变回去？江彻面色阴沉，语气凉飕飕。他要和我结婚，你只想着怎么变回去？那不然呢？他们早晚要结婚。不知为何，想到这个场景，我心里竟有些微微酸涩。系统提示道，江彻在这个娃娃身上倾注了过多心血，才会发生异变。主人的情绪波动会影响你们和娃娃的连接。我看向他，对方绷着一张脸，背过身，不愿搭理我。我突然灵光一现，要不我们还原一下上次的情景试试？江彻像是想到了那个场面，脸色更沉。我连忙抱起他，脸贴近娃娃身体。老大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女主觉醒，事情发展的方向脱离掌控，我有些害怕，就连气音都微微颤抖。僵硬的撒娇换来无奈的妥协，棉花小手摸摸我脸庞，似乎在安抚我慌张的情绪。仅此一次，我立即拿来绳索，把江彻绑在床头，然后还要强制换衣。我脸色泛红，拿来那套缝到一半的小西装，偏暗的酒红色更衬他的气质，就是前面镂空，下身也缺了一块。激动的心，颤抖的手，我从下方探去，慢慢扒开他的袍子。江彻轻轻颤了一下，下一秒，砰的一声，竟然真的变回去了。江彻上半身的衣服全部爆开，紧实的肌肉被绳索紧紧箍着，勒出几道红痕，身体绷紧，微微蜷缩，眼底一片失意，一副予取予求的样子，真是刺激。我擦擦鼻血，却发现自己的手毛茸茸的，又变成了娃娃。他闷哼一声，手臂向外撑开，扯掉碍事的绳索，捞起碎掉的小西装，表情像是有些惋惜。现在换回来了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江彻看向我，表情危险而不屑。我知道了，是把多余的人赶走。江彻坐在黎生对面。黎小姐，听说你要和我结婚？黎生盯着他看了许久，露出满意的笑容。没错，现在你可以往黎家抬聘礼了，只剩飞机装钞票太土，你要不直接打我卡里吧？说完，他往茶几上甩了张银行卡。你也不用为了我对付傅家，我去看了一眼傅林州，他不是我的菜。黎生瞟了一眼江彻，不过你的长相在我的点上。我攥紧小拳头，好好的小白花女主，怎么觉醒之后变成了 strong 姐，还敢调戏反派，挺有种啊！江彻冷笑一声，十分不耐。承蒙黎小姐抬爱，但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已经有家室了。我和黎生都猛地抬头，有家室了？什么时候？他揪起我命运的后脖梗，给黎生展示了一圈。这个娃娃是我老婆。黎生一脸不可置信。我挣扎了几下，生无可恋。江彻的变态简直无人能及，难怪他到哪里都带着娃娃，还亲手给他做衣服。堂堂反派竟然对一个娃娃有非分之想。但为了走剧情，我还是疯狂暗示江彻不要胡说。他看着我拼命逃离的样子，眸光越来越幽暗，最后干脆拎起我，当着黎生的面轻轻吻了一下。我们的感情很稳定，所以黎小姐您另请高明吧。一见钟情的戏码完全没有，他俩倒是互相恶心了对方一把。我赶紧跳出来，不行，你们现在应该商量订婚事宜，主线错乱，位面会崩塌，到时候我们所有人都会命丧黄泉。我急得团团转，江彻的脸色越来越沉，黎生的表情像吃了屎一样难看，但仍旧僵着没动，仿佛被股无形的力量束缚住。他表情呆滞，像机器人一样说着台词。江总，我来商量订婚事宜，这是世界的惩罚。江彻理都没理，径直上楼去。系统的声音断断续续，警告警告，江彻能量未知，玩家请尽快远离。反派情绪不稳，注意安全。最后留下冰冷的一声，已断开连接。我瑟瑟发抖。觉醒的黎生提前了时间线，尚且成为这个样子。江彻完全偏离剧情，却完全没有受到任何惩罚，甚至能和娃娃产生连接，影响到系统稳定性。能量大到能够无视这些，绝对不简单。他也许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觉醒了，但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怎么开始的，我却一概未知。回到房间，江彻将我一把扔到床上，欺身压上来，湿热急促的呼吸打在我身上，激起一片战栗。就这么想让我结婚？亲爱的玩家小姐，我大脑瞬间炸开。他什么时候知道的？我努力缩起棉花身体，却被一只大手缓慢揉开，越揉越瘫软。江彻俯下身，呼吸拉近，他轻啄我的身体，想知道我是什么时候觉醒的。白青燕，你是不是忘了这只娃娃的来历？他翻开我棉花小手的底部，露出一个小标签。记忆缓缓回笼，我猛然间记起，这是我送给他的娃娃。胡思乱想之际，江彻在我身上继续胡作非为，手臂、脖颈、额头一层层的吻落得密密麻麻，越来越急促。给了我娃娃，却不对我负责。他喃喃自语，声音越来越低，柔软的脸颊埋在我身上，眼睛湿漉漉，病态而萎靡。我又想起那些诡异而艳丽的穿搭，好像就是我第一次见他时的装扮。原来这只娃娃的本体就是我本人。我用小短手抵着他作乱的脸，慌张无措。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动手动脚。话音刚落，江彻竟真的一言放缓动作，眼睛一瞬不瞬望着我。我有气无力，挥挥棉花手。要想活命，就得老老实实走剧情。没有人可以抗衡世界的力量，就算你是反派也不行，是吗？他轻轻笑了一下。所以你想让我继续和黎生订婚？我点点头。江彻眸光幽暗，谈笑间炸了3盏灯，这是能量波动的象征。我有点怂，没敢继续往下说。他却放开我，眼神微暗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如你所愿。我怂怂的。老大，你也别生气，这都是为了你好。等主线剧情走得差不多了，你们就可以恢复自由了。是啊。他冷笑。任务完成的差不多了，你也该走了。我一梗。他说的确实没错，等到剧情走完，我也是时候跑路了。点开任务栏，感化反派的任务非但没有完成，反而还有黑化趋势，真是令人头秃。接下来的1周内，江家和黎家一直在准备婚礼事宜。在这期间，江彻也依据剧情所言，疯狂挑衅男主傅林州。整座城市腥风血雨，罪魁祸首却在家里抱着娃娃睡觉。我被箍在江彻怀里，动弹不得。
他将身体紧紧贴住娃娃后身，仿佛下一秒我就会溜走。闲着没事干，我翻开主线剧情，打算重温一下，却发现一个惊悚的事实：江彻和黎生的感情线被全部抹去，取而代之的是他和娃娃的相识相知。果然，婚还没结成，各种事件就层出不穷。傅林舟提前变成残疾，黎生也早已跑路，两人你追我逃，完全脱离了剧情主线。江彻伸了个懒腰，似乎见怪不怪。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，这些都不在我可控范围内。我磨磨牙，系统前几天来通风报信，说这些可都是他的手笔。他到底想做什么？想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我只能眼睁睁看着主线一拖再拖，直到剧情更新，我目瞪口呆。屏幕上杂乱堆砌的文字，竟然完全摒弃了男女主的感情线，转而描述江彻和恐怖娃娃的缠缠绵绵。系统也精疲力竭，表示这种事件简直闻所未闻。我去抓回男女主，看看能不能恢复原剧情，你先推进现有主线。我生无可恋。现如今，该按部就班走剧情的人变成了我和江彻。看着上面露骨的描写，我一脸黑线。这谁写的剧情？但为了世界和平，还是要硬着头皮迎难而上。当天晚上，我悄悄潜进江彻屋内，按照剧情描写埋进他的怀里。江彻胸膛微微震颤，垂眼看向瑟瑟发抖的我。来了，语气非常熟稔，像是早就知晓我的到来。我深吸几口气，鼓足勇气，照着对面结实的胸肌来了一爪子。娃娃顺着胸膛俯向锁骨，最后来到嘴唇。我紧闭双眼，一板一眼依照指示行动。江彻饶有兴味，看着我紧张又刺激的小表情。白小姐，我可是马上要结婚的人，未婚妻跑路，你这是要乘虚而入？可恶，就连台词也一模一样。我忍着恶心，挑着剧本读。是啊，我觊觎你很久了，不知道江总能否给我这个机会？江彻没声响，紧紧盯着我，仿佛在等着我的下一个动作。我看向剧本，下一句是娃娃轻轻吻上江彻的唇畔，冷静自持，这只是演戏，更何况我还只是个娃娃。我仰起头，对上江彻幽深的眼瞳，距离越来越近。我闭紧双眼，面前人却像是根本等不及，一把捞过我的后颈，重重吻上来。唇畔相接的一瞬，我突然变回了人类。怎么回事？我惊慌失措，想要逃跑，却被江彻紧紧攥住手腕。他声音沙哑，眼尾嫣红。去哪？其实我也不知道，只是下意识想逃避。江彻的力道越收越紧。昨天还让我和别人结婚，今天又来亲我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他垂眼看我，委屈的表情不似作假。我很心虚，这个时候说自己是演的，好像不太合时宜。于是我笑笑，不好意思，刚刚鬼上身了。江彻脸色未变，轻笑一声。是吗？那现在呢？他将浴袍带子轻轻一扯，露出滴着水的饱满肌肉。我吞吞口水，狡猾的反派竟然使用色诱这招。江彻进一步拉近距离，笑得诱人。你摸一下，我亲一次，便宜都让你占，不亏本的买卖，做不做？结果呢？当然是我色欲熏心，做了剧本以外的事。我战战兢兢，等着世界规则的惩罚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生。身后的江彻刚醒，黏黏糊糊贴着我不放。醒这么早，等什么呢？我搓搓小手，双手合十，等着天道来惩罚我。江彻低低笑起来，放心，天道尝到了甜头，并不想罚你。什么意思？我有些懵逼。系统的声音从脑海传来。江彻在你旁边吗？我缩缩头，不在。他的声音很紧张。我追踪到男女主的行迹了，黎生被傅林舟抓住，也被他搞成了残疾。傅林舟说，一切崩坏的源头就是江彻，他是最先觉醒的角色，能力已经大到可以控制世界，快跟我走。系统说到一半，声音像崩断的弦，瞬间失去信号。我瞪大眼睛，不敢回头。身后的江彻把脑袋埋在我颈间，结实的臂弯缠住我。我说过，会赶走多余的人，不是想要拯救世界，那就和我一直在一起吧。大兄弟，你有点吓人。这是变相承认了，这一切都不过是为了困住我的手段。娃娃，新剧情，崩坏的角色，每天踩缝纫机，装扮和我一模一样的娃娃，原来在这等着我呢。细思极恐啊！但一切的一切，都还要从我给的那只娃娃说起。我讪笑两声，连滚带爬下床，对着江彻咣当一声跪下去。都是我的错。他深吸一口气，青筋暴起。你后悔了？说不后悔那肯定不能，但要说后悔吧。我偷偷瞥一眼江彻的腹肌，好像也不亏。我低下头，我在现实世界上有老下有小，我不能永远被困在这。江彻又深吸一口气，一脸绝望。你有孩子了？我点点头。一只猫，一只狗。他闭上眼睛，半想恢复正常，神色淡淡。我完全有方法可以将你永远困在这里，但我做了一只娃娃。他说，你可以回去，但要记得回来。我一个鲤鱼打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江彻拿起那个娃娃，即使看上去很恐怖，但他的眼里一片柔软。我会在这里等你，一直。眼前浮现一道白光，我立马意识到这是任务完成的标识。江彻这是要放我走。我伸出手想最后再摸摸他的脸庞，却被一股力量吸住。系统的机械音响起，恭喜完成任务，反派感化度100%，正在返回现实世界。再次醒来，身旁的小狗在舔我的脸，这是自己穿书的伊始。房间里那本看到一半的书还侧翻在毯子上，我翻到最后，看见那句最后的结局。江彻抱着娃娃，一直在守望他的爱人。穿书一遭，我得到了系统承诺的40万，在小县城全款买了套房，过上安静自在的生活。不过江彻的表情和话语一直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。制作娃娃是为了给我自由，相当于是弄个替身将规则糊弄过去。那我怎么回去？突然冒出这个想法，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病娇反派将整个世界都控制在自己手中，我却想羊入虎口。但一想到江彻湿漉漉，仿佛要等到天荒地老的眼神，自己的心就抽痛一下。只能偷偷做了个娃娃，模样和那只有8分相似。由于看着过于诡异，我选择将它蒙上一层布。触碰的瞬间，我感受到一阵强烈的风声划过耳边，自己的四肢逐渐僵硬，变成了娃娃。睁开眼，朝思暮想的江彻就在眼前，就像做梦一样。他胸膛微微起伏，长睫毛轻挠我脸颊，唇畔抵着我的脖颈，睡得很沉。每晚
他都会抱着娃娃睡。江彻身体微蜷，似乎很没有安全感，口中呢喃着我的名字，好像在说别走。我心口微微酸涩，小心翼翼伸出手，慢慢划过他的眼眉。对面的人眼底微青，应该很久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了。刚想撤离，手腕被一只强有力的大手攥住。江彻红着眼，一脸不可置信：“你回来啦？这不是梦？”我呆如木鸡，这娃娃竟然能和位面世界连接。江彻一改往日的主动，诡异的沉默起来，声音微微颤抖：“我不会伤害你，再待一会儿。”他小心翼翼环住我的腰。系统告诉我，这个世界已经全权归江彻所有，角色全部觉醒。本来是准备走自毁通道的，但他的执念太深，导致位面无法崩塌。摸摸他脸庞，江彻失控一般眯着眼蹭我的手，眼神粘在我身上。这次来打算多久走？像是逃避，他偏过脸，声音越说越低，最后将被子一掀，露出流畅的肌肉线条。这是打算色诱。江彻就像那一直等待出轨妻子回家的勤恳丈夫，离开1个月，不仅没自暴自弃，反而身材还越练越好。他耳根通红，但强装淡定，声音沙哑干涩，似乎很紧张。能不能留得久一些？我搓搓小手，不走了，不走了，爸妈，你女儿忙得不可开交，就先不回去了，反正还能穿回去，先让我爽一把。我抬眼看向江彻，直接上前扑倒，身体被稳稳接住，他的手在腰上反复磨。我一脸认真摸着他的胸大肌，既然给了你娃娃，就要对你负责。江彻眼神幽深，看了看我作乱的手，并未阻拦。我更加严肃，虽然我在现实世界有狗有猫，但你是不是也能缝个宠物娃娃，把它们也传送过来？他挑挑眉，轻轻点头。有个裁缝老公就是不一样，轻易解决了刚需问题。于是我不再纠结，放飞自我，手逐渐向下。江彻一把攥住我的手，表情似笑非笑。所以我们现在是什么关系？我昂首挺胸，非常骄傲。我是大反派的女人，你是？我挑起他下巴，穿书者的小娇夫。小娇夫。他逐字逐句咬着字音，瞳色越来越深。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下一秒，一阵天旋地转，我就这样莫名其妙被压在身下。果然，刚刚的示弱和委屈都是装的。江彻笑得病态乖戾，灼烫的温度袭来。那么，大反派的女人，你接受小娇夫的求婚吗？番外，我并非生来就是反派，母亲出轨，父亲早逝，一切悲剧像是都有既定的轨道，将我往越来越暗的深渊里推。从没有朋友或者手下，我一直都咬着牙靠自己闯出一条血路，直到那天被傅林州暗算，我浑身是血，跌倒在小巷，这辈子也就这样了，我想。但昏昏沉沉中，有一双柔软冰凉的手贴向脸颊，小雨淅沥，一只红伞遮住了我和他。醒醒，你可是反派呀，不能死！睁开眼睛，一个穿着十分杀马特的女生一脸焦急，手忙脚乱给我止血，烟熏妆、小黑裙，还有一把就到生锈的破枪。我可是特地穿成这样来找你的，怎么样？考虑一下，给我一个做你小漏鹰的机会。竟然有人穿成这样应聘一个失败者的手下，我忍俊不禁，轻咳2声，血渗的更多。他慌乱无措，扶起我往医院跑，眼神那是心疼吗？结局那么乱就算了，还给反派安排个这么凄惨的身世。他嘟嘟囔囔将我安置在病床上，一脸严肃，攥紧我的手，洗脑一般开始念叨：你是反派，你是要做大事的人。主角谈情说爱，你在搞事业；主角颓废丧志，你还在搞事业。目标坚定，脚踏实地，没有什么我们做不成的事。他递给我一个娃娃，拍拍胸脯，就像他一样，从此以后你就是我老大。至于什么傅林州，即便他是主角，也会被我们踩在脚下。原来我是反派吗？我的目光从他坚定的眼神移到娃娃身上，娃娃一脸正气凛然，仿佛下一秒就要去天安门走正步。好丑！我扭过头，有点嫌弃，还不如他好看，但我还是接过来，藏在怀里，心里想，做反派的娃娃必须合我心意，就像他一样。全文完。